电话挂断后，我在昏暗的楼道里站了很久，手机屏幕按下去，又被我按亮，反反复复，像我的心跳一样没有规律。苏婉清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那个温婉而不失锋芒的声线，每一个字都像是淬过毒的银针，扎在我心上最柔软的地方。周三下午3点，现在是周一晚上，我还有不到48个小时。我深吸一口气，把手机塞回口袋，转身上楼。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2盏，剩下的那一盏发出昏黄微弱的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扭曲，像一只匍匐在墙上窥探的怪物。3楼到了，我掏出钥匙开门，手却抖得厉害，钥匙在锁孔旁边戳了好几下才对进去。门开了，屋里一片漆黑。我没开灯，摸着黑走到床边，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瘫坐下去。床垫发出沉闷的吱呀声，在这个逼仄的出租屋里显得格外刺耳。然后我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封信，信封已经泛黄发脆了，边角处被折出了好几道白色的折痕，一看就是被人反复折叠、反复展平留下的痕迹。信封上的字迹潦草而颤抖，那是院长妈妈临终前用尽全力写下的最后一行字：小草亲戚。我把信封贴在胸口上，闭上眼睛。院长妈妈，我到底该怎么办？记忆倒回到3个月前，我接到那个改变了一切的电话。那天我刚被第89家公司拒绝，回到出租屋的时候，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我把自己摔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发呆，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苏州，那是当年孤儿院所在的城市。我接起来，电话那头是一个苍老而虚弱的声音：是小草吗？我是院长妈妈。我愣住了，这个声音和记忆中那个总是中气十足，能站在院子里喊所有孩子回来吃饭的院长妈妈判若两人。那个声音沙哑、虚弱，每一个字的尾音都在微微发颤，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把它们从胸腔里挤出来。院长妈妈，我坐起身来，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了：您怎么了？您的声音，小草，你听我说。他打断了我的话，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郑重。我时间不多了，所以有些话必须现在告诉你。你记一个地址，我寄了一封信给你，那里面有关于你亲生父母的真相。你看了之后，自己决定怎么做。亲生父母，我整个人僵住了。您不是说他们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出车祸？那是骗你的。院长妈妈的声音突然哽咽了，是你母亲求我这样说的。她说，只有让你以为他们早就死了，你才能在一个普通家庭里安安稳稳的长大，远离那些是非和仇怨。可是小草，我快死了。如果我带着这个秘密进了棺材，我到了底下没脸见你母亲。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你亲生父亲名叫林远洲，你母亲名叫陆清河。他们没有死，至少你父亲没有。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每一声都像是要把五脏六腑咳出来。我握着手机的手指关节泛白，指甲掐进了掌心，却感觉不到任何疼痛。您的意思是，我爸还活着？我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咳嗽声终于停了。院长妈妈喘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道：我不知道。你父亲28年前被判了15年，罪名是挪用公款和伪造财务文件，但那都是宋家栽赃的，是宋家那个老东西宋远山联合当时的几个合作方做的一个局。你父亲发现了宋氏企业的一笔烂账，那笔账涉及金额巨大，
一旦曝光，足以让整个宋氏垮掉。他想要举报，却在举报前夜被警察带走了。宋家，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哪个宋家？盛恒集团的宋家。院长妈妈的声音里带着刻骨的恨意和深深的无力，就是那个宋远山，当年宋氏的掌门人。还有一个人，苏婉清，苏氏集团的创始人。他也参与了那件事，虽然他不是直接动手的人，但如果没有他的配合，那个局做不成。苏婉清这个名字我听过，商界的传奇女性，白手起家的典范，各大财经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她和我的身世有什么关系？院长妈妈，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您说的这些话有证据吗？有。他说，你母亲留给你的这些东西，他交给我保管了28年，就是怕有一天你知道了真相之后无处可查。小草，你母亲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她在事发之前就察觉到了不对，提前留了后手。那些证据她分成了3份，一份在我这里，一份藏在别的地方，还有一份在……她的声音突然断了。在哪？我急切地问。院长妈妈，您还在吗？电话那头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像是一台即将熄火的发动机在做最后的挣扎。过了好久，他才继续说道，在宋家那个孩子身上。哪个孩子？当年和你一起在孤儿院的那个男孩，你母亲把他从陆家带出来的那个男孩。我的手机差点从手里滑落。小豆芽，宋怀瑾，那个男孩不姓宋，至少当时不姓宋。院长妈妈的声音越来越虚弱，每一个字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他是你母亲从陆家带出来的，当时陆家出了大事，你母亲为了保护他，把他藏在了咱们孤儿院里。他后来被宋家找回去的事情，你母亲并不知道。他如果知道那个孩子最后进了宋家，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猛烈，更令人揪心。院长妈妈，我对着手机大喊，眼泪已经不受控制的涌了出来。没事，我没事。他的声音重新响起，却比刚才更轻更弱了，像是燃到尽头的烛火在做最后的摇曳。小草，记住，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是宋家的人。你父亲当年就是太相信别人才被害的，你要替他讨回公道，但不要像他一样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你觉得斗不过他们，就不要硬碰硬，把证据交给能处理的人。你母亲最大的心愿不是让你报仇，而是让你好好活着。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院长妈妈，我轻声喊道，声音里满是恐惧。在。他的声音几乎轻不可闻。信我已经寄出去了，你收到了就明白了。小草，院长妈妈对不起你，瞒了你这么多年，你怪我的话，到了底下我再给你赔罪。然后电话断了。我疯狂地回拨过去，但那个号码再也没有被接起。3天后，我收到了那封信和一个骨灰盒的提取通知。院长妈妈在她给我打完电话的那个晚上，因为肺癌晚期并发呼吸衰竭去世了。那封信的边角磨得起了毛，信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看得出来写信的人手抖得非常厉害。信里除了院长妈妈对当年事情的叙述之外，还加了一张照片，一份手写的名单和一串保险箱的钥匙编号。照片上是我的亲生父母，父亲林远洲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眉目温和而端正，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母亲陆清河穿着一件湖蓝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明眸善睐，美得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正咧着嘴笑，露出粉嫩的牙床。
那个婴儿是我。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的钢笔字：远州，清河与满月的小草。摄于1998年9月。那是我满月时的照片。名单上密密麻麻的列着10几个人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身份和在当年那件事中扮演的角色。排在最上面的是3个名字：宋远山、苏婉清、陆天德。陆天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院长妈妈在信里提到过，他是母亲陆清河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但他在那件事中扮演的角色，院长妈妈却语焉不详，只在信的最后潦草地写了一句话：关于陆天德的事情，我答应过你母亲不能说，你如果想知道就自己去查。而那串保险箱的钥匙编号对应的是一家位于上海的私人保险库。院长妈妈在信里说，那份证据就存在那里，需要凭钥匙和密码才能取出。密码是我的生日，我亲生母亲陆清河用我的生日作为证据的密码，仿佛在28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的重逢。我把那封信和名单上的每一个字都刻进了脑海里，然后我开始调查，一点一点地挖掘28年前的真相。宋氏企业财务造假案在当年的报纸上被称为远州案，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案件，仿佛他是唯一的罪人。我在图书馆的微缩胶片里找到了当年的新闻报道，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手指被锋利的胶片边缘割破了好几次，却浑然不觉。新闻说，林远洲在担任宋氏企业财务总监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高达3亿元，并通过伪造财务文件掩盖罪行。案发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妻子陆清河在案发后精神失常，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离家出走，不知所踪。那个女儿就是我，但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提到那3亿元去了哪里，也没有任何一篇报道追问林远洲一个财务总监凭什么能在宋远山眼皮子底下挪用如此巨额的款项，而长达2年不被发现。更没有人在意那个精神失常、不知所踪的女人，她的下落和她的结局。我母亲没有疯，她只是看清了局势，当整个棋盘都被对方控制的时候，唯一的活路就是消失。所以她带着我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把我藏在了一家不起眼的孤儿院里，用林小草这个毫无辨识度的名字给我争取了18年的平静时光。然后他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循着名单上那些名字一个一个的查过去。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移民海外了，有的人对当年的事情讳莫如深，一个字都不肯透露。但每一扇门的关闭都指向另一扇窗的开启，每一条线索的断裂都暴露出新的裂隙。最终，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盛恒集团。我在盛恒集团的总部大楼对面蹲了整整1个星期，用一个本子记下了所有人的出入规律。宋怀瑾每天最早到最晚走，周姐是他的左膀右臂，小杨是消息最灵通的前台。我把盛恒的组织架构和人员配置摸得一清二楚，然后开始精心设计我的入职计划。那个所谓的朋友的内部推荐，花了我全部积蓄的1半。投了89份简历，石沉大海是真的，但我有意挑了那些我根本不可能被录用的岗位，因为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那些公司。我要的是让盛恒的人觉得我只是一个走投无路、运气好到爆棚才拿到面试机会的普通女孩。面试那天，我对着镜子练了一整晚的微笑和自我介绍，练到脸部肌肉酸痛，嘴唇发麻。
我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说，我叫林念念，我比较能吃苦，把真实的自己一层一层地裹进那个精心编织的茧里。我甚至提前3天开始控制饮食和睡眠，确保自己在面试当天看起来疲惫而苍白。一个被生活捶打了太久的女孩不该容光焕发。周姐看我的时候，那种混杂着审视和同情的眼神，正是我要的效果。宋怀瑾办公室桌上那张照片不在我的计划之中，我没有想到他还留着它，我没有想到他会把它放在办公桌上，每天都能看到的位置。我更没有想到，在看到那张照片的一瞬间，我所有的伪装和心防会出现裂缝。那张照片上穿着碎花裙子、缺了门牙的小女孩，不只是她的回忆，也是我的。那段被我用20年的时间试图埋葬的往事，被一个相框、一张泛黄的照片轻易地挖了出来，摊在阳光下。我不是没有挣扎过，在认出他的那一刻，在我靠在他怀里哭得撕心裂肺的那一刻，在我接过他递来的馄饨，穿上他买的裙子，享受他无微不至的温柔的那一刻，我无数次想要放弃，放弃复仇，放弃追查，放弃那些压得我喘不过气的真相，就做他口中的那个念念，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但我做不到。每次我想要开口告诉他一切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张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宋远山，宋怀瑾的爷爷，当年亲手把我父亲送进大牢的人。每次我想要放下过往，安心的待在他身边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院长妈妈电话里那句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是宋家的人。每次我看着他的眼睛，想起他温柔的笑容，我就会同时想起另一个画面。28年前，宋远山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用一枚私章在一份文件上盖下去。那枚印章落下的瞬间，我父亲的命运，我母亲的命运，我的命运，全部被打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些画面是我在脑海中拼接出来的，我没有亲眼见过。但3个月来夜以继日的翻阅卷宗，核对证据，拼凑线索，那些画面已经清晰的仿佛是我亲历过一般，每一个细节都带着血肉模糊的真实感。所以我只能继续演下去，继续做那个单纯、温暖、笑起来没心没肺的林念念，继续做一个被他找回的失而复得的小草，继续回应他的拥抱和温柔，同时在每一个他看不到的深夜里翻看那些冰冷的卷宗，在每一个他不在场的时刻和那些隐藏在暗处的人联络。我成了一个生活在2个世界里的人，一个世界里有馄饨、蛋糕、温暖的拥抱和拉钩的约定，另一个世界里有无尽的深渊、冰冷的真相和必须讨回的公道。而现在，苏婉清的电话把我2个世界之间的墙炸开了一道裂缝。他打电话来要见我，他说关于我的身世，他用的是绅士而不是父亲或母亲。他说我们应该见一面。他知道什么？他想要什么？他是来试探我的，还是来摊牌的？他是敌是友？名单上的第2个名字，苏婉清，在那件事中扮演的角色我还没有查清，所有能找到的线索都在他的名字后面断了，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把关于他的那部分真相从所有公开的渠道中抹去了。我只能确定他参与了那个局，却不知道他参与的程度有多深，也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而现在他主动找上门来了，这是陷阱还是机会？我把信折好塞回枕头底下，从床上坐起来。黑暗中，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光线，屋里的陈设在微弱的月光下显现出模糊的轮廓。这个30平米的出租屋是我的安全区，是我在陌生城市里唯一的容身之地。
墙角的那个行李箱里装着我这3个月来搜集的所有资料，卷宗复印件、新闻简报、银行流水、证人名单，还有那份我从上海取回来的母亲留给我的证据。证据不多，但每一条都指向同一个方向。28年前那个案子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栽赃，而栽赃我父亲的人不止一个。宋远山是主谋，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苏婉清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在其中得到了什么？还有陆天德，我的外公，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名单上？这些问题我查了3个月都没有答案。而现在苏婉清主动抛出了橄榄枝。赴约的风险极大。苏婉清在商界摸爬滚打30年，心机和城府都不是我能比的。如果这是一场局，我贸然赴约就是自投罗网。如果他在我面前摆出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说出一个半真半假的版本，我未必有足够的判断力辨别真假。但不赴约的风险更大。如果他真的掌握了关键的真相，我错过这次机会可能就再也没有了。如果他有意与我联手，虽然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那将是我扳倒宋远山的最好机会。我打开手机，翻到一个加密的聊天软件，找到那个倒背如流的号码。我在对话框里打下一行字：苏婉清约我周3下午3点见面，什么意见？消息发出去之后，我盯着屏幕上那个对方正在输入的提示看了很久，然后回复来了，只有短短一行字：他比你先找到关键证人，情况有变，见面可以，但要带着筹码去。我，什么筹码？对方，宋怀瑾。我盯着那3个字，心脏像被人攥住了，狠狠地拧了一把。用宋怀瑾做筹码，这句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也许只是一种冷冰冰的策略考量，但我心里清楚，宋怀瑾确实是我手中最大的筹码。他是宋远山的孙子，盛恒集团的掌门人，宋家所有资源和人脉的继承者。他对我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宋远山对待我的方式。那天晚上在宴会厅，宋怀瑾为了我当面顶撞他爷爷的场景，一定已经在商界传开了。苏婉清一定也知道了，所以他才会在这个时间点打电话给我。他看到了宋怀瑾对我的重视程度，看到了我手里这张牌的分量。但这个筹码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如果宋怀瑾知道了我是带着复仇的目的接近他的，知道了我来盛恒从来不是为了找他，而是为了查他爷爷的案子，我们之间所有的温情和甜蜜都会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到那时候，我不但失去手里最大的筹码，还会多一个最可怕的敌人。窗外传来一声尖锐的猫叫，在这个寂静的深夜里格外刺耳。我打了个寒战，裹紧了身上的毯子。手机又震了一下，对方新加坡那边有新进展，找到了当年的中间人。他在逃跑之前见过苏婉清。我猛地坐直了身体，手指飞快地打字。中间人说了什么？对方，他只说了一句话：苏婉清欠林远洲的比欠宋远山的更多。我愣住了。苏婉清欠我父亲的比欠宋远山的更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苏婉清和我父亲之间有什么交集？院长妈妈从来没提过这一点，名单上也没有任何线索指向这个方向。如果这个中间人说的是真的，那苏婉清在28年前那个局里扮演的角色，可能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他不是宋远山的同谋，至少不只是同谋。他和我父亲之间一定还有另一层我尚未触及的关系，而我手中的筹码比他少。这个认知让我脊背发凉。苏婉清主动联系我，
说明他已经把我查了个底朝天。他知道我是谁，知道我的目的，甚至可能知道我手里掌握了多少证据。反过来，我对他却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他的动机，不知道他的底线，不知道他是敌是友。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在搜索引擎里输入苏婉清、林远洲，出来的结果全是28年前的旧文，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我又搜苏婉清、远洲案，出来的是一篇当年庭审的简报，里面有提到苏婉清的公司在案件中作为合作方出具了部分证据，但简报上没有说那些证据是什么，也没有说他们在案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然后我换了一种思路，搜苏婉清早年经历。这一次有了发现。在一篇关于苏氏集团创业史的深度报道中，记者提到苏婉清在创办苏氏之前，曾经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3年。那家事务所的名字叫正清会计师事务所。而根据我之前的调查，这家正清会计师事务所当年恰好是宋氏企业的外部审计机构。这个发现让我的心跳陡然加速。苏婉清当年是宋氏企业外部审计团队的成员，这意味着他比我以为的更接近当年那个案子的核心。他不是单纯的参与者，他可能是那个局的设计者之一。手机又震了，还是那个加密号码。对方补充信息：苏婉清今天调阅了28年前远洲案的全部卷宗原件，不是复印件，是原件。他有内部渠道。我盯着这条消息，脑海里所有的碎片开始重新排列组合。苏婉清调阅原件，说明他在重新审视这个案子。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我出现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语气里没有明显的敌意，更多的是一种审视和试探。他说关于你的身世，而不是关于你父亲的案子，用词的差异很微妙，但足以说明一些问题。也许他不是来找我算账的，也许他是来赎罪的，但这种猜测太乐观了，乐观到连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在商界摸爬滚打30年，从一间小小的事务所做到横跨3大产业的庞大帝国的女人，她的每一步棋都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她联系我不可能是心血来潮或者良心发现，背后一定有她的利益考量。那么我的筹码是什么？宋怀瑾。我不得不回到原点。在这个棋盘上，我唯一的重量级筹码就是宋怀瑾对我的感情。苏婉清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在晚宴之后这么快的联系我。他怕失去先机，如果我再和宋怀瑾相处下去，宋怀瑾对我的保护会越来越严密，到那时他再想绕过宋怀瑾接触我就会变得很难。所以他要在宋怀瑾还没有彻底把我藏起来之前，先一步和我搭上线。这既是威胁，也是机会。我深吸一口气，在加密软件上打下一行字，帮我查苏婉清和陆清河之间有没有关系。重点查陆家出事那一年，1997年。对方收到，周3之前给你。我关掉手机，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夜色中的城市像一头蛰伏的巨兽，无数盏灯光是他身上明灭的鳞片。我在这座城市里已经生活了3个月，却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它。我像一个幽灵，游走在真相和谎言的边界上，既不属于过去的林小草，也没有完全变成现在的林念念。但我必须做出选择，而且是很快的做出选择。周3下午3点，在那之前，我必须做好所有的准备。最坏的打算是苏婉清布下的是陷阱，如果是那样，我需要确保自己有一条退路。
最好的打算是他愿意告诉我真相。如果是那样，我需要做好接收真相的准备，无论那个真相有多残酷。我关上窗帘，回到床上躺下，却怎么都睡不着，脑子里乱成一团，各种念头像走马灯一样转个不停。后来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快9点了，手机上有好几条未读消息，全是宋怀瑾发来的。6点30，念念，起来了吗？我给你带了早餐。7点15，算了，你多睡一会儿，昨晚累坏了吧？早餐放你工位上了，豆浆要是凉了就别喝，让楼下餐厅重新打一杯。8点05，今天上午我有个并购会议，可能要开到中午。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多休息，不用来公司。周姐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8点45，念念，你还好吗？看到消息回我一下。最后一条消息是9点02分发的，我快开到一半出来给你打电话了，你要是再不回消息，我就去你家找你。我赶紧给他回了一条，醒了，昨晚睡得有点晚，马上起床去公司。消息发出去不到10秒，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你昨晚怎么了？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担心，每一个字都比平时快半拍。做噩梦了还是身体不舒服？没有啦，就是我顿了一下，在脑海里飞快地编了一个理由，就是太开心了，睡不着。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林念念，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低很低，带着一种让人心头发颤的哑意。你再说一遍。我说我太开心了，睡不着。怎么了？没怎么。他说，但我分明听到了他声音里藏着的笑意，就是想记下来，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拿出来听听。你还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故意逗他。当然有。他说，以前是每天都心情不好，现在是你不在我视线范围内超过10分钟就心情不好。所以你赶紧来公司，我的心情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中。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个男人说起情话来脸不红心不跳，语气认真的像在宣读董事会的决议，杀伤力比那些花言巧语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知道了，我马上出门。我说，等等。念念，他的声音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昨天晚上那个宴会，我爷爷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我会处理好的。另外，苏婉清那个女人，你离她远一点。我握着手机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为什么？她不是善茬。宋怀瑾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褪去了刚才所有的温度和笑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硬的警觉。他在商界有个外号叫红蜘蛛，专门设局吃人。盛恒和他的苏氏在很多领域都有竞争关系，他如果知道你是谁，一定会想方设法利用你。以后如果他联系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要单独和他接触。我的心脏狂跳，声音却尽量保持平静。知道了，我会注意的。挂掉电话之后，我坐在床上发了好一会儿呆。宋怀瑾在提醒我远离苏婉清，这至少说明他并不知道苏婉清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如果他知道的话，他的提醒不会只是让我离他远一点。他的态度与其说是知情人的警告，不如说是出于本能的保护。但这也意味着，如果我周3去见苏婉清，我必须瞒着他。而一旦他发现我瞒着他去见了苏婉清，我们之间的信任就会出现裂缝。信任这种东西就像一面镜子，碎过一次，就算粘回去，也永远有一道道裂痕。我翻身下床，冲进卫生间，用冷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面色苍白，
眼下挂着淡淡的黑眼圈，一看就是一夜没睡的样子。我拍了拍脸颊，努力挤出一个笑容。那个笑容僵硬而生涩，像是戴久了的面具突然失去了弹性的绳索，怎么拉扯都回不到最自然的状态。我给苏婉清回了条短信，周三下午3点，我会准时到。发完之后，我删掉了短信记录，把那封信重新塞回枕头底下，对着镜子又练习了一次笑容。这一次好多了，眉眼弯弯，嘴角上扬，看不出任何破绽。这个笑容是我花了3个月练出来的，对着镜子练了无数遍，直到它看起来像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不带任何目的和算计的。然后我换上来盛恒之后宋怀瑾给我买的一套衣服，浅灰色的羊绒衫配深色半裙，外面套了一件米色风衣。他给我买了一整柜的衣服，每一件都是国际大牌，每一件都恰到好处的契合我的尺码和风格。他说这是补这18年的生日礼物，但我知道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把我一点一点的包裹进他的世界里，让我习惯他的存在，习惯他的温度，习惯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把温柔织成了一张网，而我既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又在暗中盘算着如何从网眼里钻出去。这种撕裂感几乎要把我逼疯了。去公司的路上，我给那个加密号码发了最后一条消息，周三下午3点，我会带一份礼物去。如果下午6点之前我没有联系你，就把 B 计划启动。对方收到，保重。我把手机收起来，深吸一口气，推开了盛恒大厦的旋转门。小杨坐在前台，看到我进来，立刻眼睛放光，冲我挤眉弄眼的比了个口型，总裁在楼上等你。我笑着冲他点点头，心里却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镜面墙壁映出我的身影，妆容精致，衣着得体，嘴角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被霸道总裁宠爱的幸运女孩，整个人的气质都和3个月前那个灰头土脸投简历的林念念判若两人。没有人知道这个女孩心里藏着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女孩即将去赴一场可能改变一切的会面。电梯门打开，我走进顶层总裁办。宋怀瑾的办公室门开着，他正背对着门口，站在落地窗前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冷静，用的是那种谈判桌上的语气，每一个字都精确的像手术刀，没有一丝多余的情绪。陆明的收购案暂停，让他再跳几天，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他挂了电话，转过身，看到我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在一瞬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紧绷的线条松弛下来，眉宇间的冷意消散了一大半，嘴角不自觉的微微上翘。来了。他朝我走过来，很自然的伸手理了理我额前被风吹乱的碎发。豆浆凉了，我让楼下重新打了一杯，在保温杯里，你趁热喝。并购会议开完了，我问他。暂停了，他说，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先陪你吃早餐，剩下的下午再说。宋怀瑾，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叫什么吗？我歪着头看他。什么？昏君。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比刚才更大更舒展，眼角弯出浅浅的纹路，让他整张脸都柔和了下来。他抬手轻轻弹了一下我的额头，力道轻得像一片羽毛落下来。那也要先有江山才配得上这个罪名。我还没给你打下江山呢，算什么昏君？说完，他转身拿起茶几上的保温杯递给我，又变戏法似的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纸袋，里面装着热气腾腾的虾饺和肠粉。
他把餐巾纸叠成小方块放在我手边，筷子用开水烫过了才递过来，每一个动作都自然而流畅，像是做过无数遍一样。我接过筷子，低头吃了一口虾饺，鲜甜的虾肉在口腔里绽开，我却品出了一丝苦涩的味道。那种苦涩不是食物带来的，而是从我心底翻涌上来的。他是真的对我好，好到了骨子里，好到了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里，好到让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但如果他知道我是谁，知道我为什么而来，知道那些埋在他抽屉深处的温情和窗明几净的办公室之外正在酝酿的风暴，他还会这样对我吗？想什么呢？他坐到我旁边，歪着头观察我的表情，眼神专注的像在审阅一份重要的合同。在想虾饺好好吃。我扯出一个笑容。那就多吃点。他又给我加了一个，然后从西装口袋里掏出手机划拉了2下。对了，周五晚上有空吗？带你去坐摩天轮。摩天轮？我愣了。小时候答应过你的。他看着我的眼睛，目光里有一种跨越了漫长时光的认真。你说你想坐摩天轮，我说等我有钱了带你去坐。城西新开了一个观景摩天轮，是全亚洲最大的。周五晚上我包了整座摩天轮。我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虾饺差点从筷子上掉下去。宋怀瑾，你是不是疯了？没包整座。他淡定地纠正道，只包了8点到10点的时段。摩天轮转一圈是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坐4圈。4圈？正常人坐1圈就够了。你小时候说过你想坐很多很多圈。他理直气壮。我张着嘴看着他，又好气又好笑，心口却涌上一阵又酸又胀的暖流。这个男人把我童年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不管时隔多少年，不管那些童言稚语有多天真多不切实际，他都要一一兑现。我放下筷子，伸手抱住了他。这个拥抱来得突然，连我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宋怀瑾的身体僵了一瞬，随即放松下来，胳膊环住我的背，把我整个人卷进怀里。他的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胸腔微微震动，传来他低沉而温柔的声音：怎么了？没什么。我把脸埋在他的西装领口里，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雪松香气，用力把眼眶里的酸涩逼回去，就是想说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让我知道被人这样爱着是什么感觉。就算这份感情的未来缥缈得看不清轮廓，就算我们之间隔着我父亲的血债和你爷爷的罪行，就算这段关系的结局从一早就被写好了，我依然感激命运让我在走向终点的路上遇到了你。谢谢你记得小时候的事。我说，声音闷在他的胸口，听不太清楚，我都快忘了。你不会忘的。他的手轻轻抚着我的后脑勺，像是在安抚一只炸毛的小猫。你只是把它们藏起来了。没关系，我记得就行。以后我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讲到你想起来为止。我的眼泪终究还是没忍住，悄无声息的阴湿了他西装的前襟。他在说谎。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个事实。我没有忘记小时候的事，我记得每一个细节，比他以为的还要清楚。我只是不能告诉他我为什么记得，不能告诉他那些记忆和我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关联，不能告诉他这个拥抱里掺杂了多少真实的眷恋和多少无奈的愧疚。所以我只能说谎。小豆芽，我抬起头看他，眼眶红红的，挤出一个带着泪意的笑容。你真好。他低头看着我，大拇指轻轻擦过我眼角的泪痕，目光温柔的像一汪春水。然后他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吻，
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易碎的东西。不够好。他说，等我把欠你的都补回来，你再说这句话。我重新把脸埋进他胸口，不让他看到我的表情，因为我怕他看到我的眼睛里除了感动和甜蜜，还有深深的无法言说的悲伤。这一天过得很快，我在工位上处理文件，宋怀瑾在他办公室里开会、骂人、签合同。每隔1个小时，他就会找各种借口让我进他办公室一趟，有时候是签一份其实根本不着急的文件，有时候是问我某个会议的时间，有时候干脆没有任何理由，就是让我进去送杯咖啡。我进去的时候，他会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上抬起头来看我一眼，眼神里有不加掩饰的安心和满足，那种目光像是在说，哦，你在这里，真好。下午4点多的时候，周姐拿着一个文件夹走到我的工位旁边，压低声音说，林念念，外面有人找你。找我？我愣了一下，谁？一个女的，说是你远房姑姑。周姐的表情有些微妙，在楼下大厅等着。你要不要下去看看？远房姑姑？我养父母是独生子女，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自己还有什么姑姑。心脏猛地缩紧了一拍。我放下手里的文件，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只是困惑而非警觉。长什么样？40多岁，保养得很好，穿着很讲究。周姐想了想，补充道，哦对了，她说她姓苏。苏？我握着笔的手指节泛白。苏婉清，她居然找到公司来了，比我约定的周3下午提前了整整1天半。她是在试探我的反应，还是在向宋怀瑾施压？又或者她是来看一看，亲眼确认一下那个被宋怀瑾捧在手心里的小助理到底长什么样？我下去看看。我站起身，拿起桌上的手机，想了想又放下了。带着手机下去，如果被宋怀瑾打电话追问，反而不方便。电梯下行的那几十秒钟里，我的心跳快得像是有人在胸腔里擂鼓。我给那个加密号码快速发了一条消息，苏婉清突然来公司了，提前行动。我在1楼大厅见他。对方秒回，稳住，不要当场翻脸。他不动你不动。记住，你不是林远洲的女儿，你是林念念。林念念什么都不知道。林念念什么都不知道。我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3遍，然后深吸一口气，把所有的警觉、戒备和敌意都压到最深的角落里，换上一副困惑而礼貌的面孔。电梯门打开，大堂里的人来来往往。我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休息区沙发旁边的苏婉清。她今天穿了一身藏蓝色的职业套裙，外面披着一件同色系的羊绒大衣，头发挽成一个低低的发髻，露出一截修长的脖颈。没有戴过多首饰，只在耳垂上坠了2颗圆润的珍珠。整个人站在那里，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装饰，就散发出一种沉淀了数十年的优雅和掌控力。他的目光在看到我从电梯里走出来的那一刻微微闪烁了一下，那种闪烁极其短暂，不到半秒就恢复了平静，但我捕捉到了。林小姐。他朝我微笑，那笑容得体而疏离，不亲近也不冷淡，像是经过精密计算一样恰到好处。冒昧来访，还请你见谅。我是苏婉清，我们在周日晚宴上见过的。苏总您好。我露出一个礼貌而困惑的笑容，把一个突然被陌生大佬找上门的小助理该有的反应演得恰到好处。周姐说您找我，是宋总那边的事吗？不是宋总的事。苏婉清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像是在端详一件他找了很久的古董。是你的事。准确地说，
是关于你的亲生父母。我的表情僵了一瞬，然后迅速恢复成一个恰当的震惊和迷茫。这个变化同样经过精密的计算，不深不浅，刚好让他看到我想让他看到的反应。亲生父母，我是被领养的。我的声音带上了一丝恰到好处的颤抖。您认识他们？认识。苏婉清说，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一件久远的往事。你母亲叫陆清河，我和她曾经是最好的朋友。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劈在我天灵盖上。我母亲和苏婉清曾经是最好的朋友。院长妈妈的信里没有提过，名单上没有暗示过。那个新加坡的中间人只说苏婉清欠林远洲的更多，没有任何线索指向这个方向，指向苏婉清和陆清河之间曾经有过亲密的友情。如果是真的，那他在我父亲被陷害的案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一个背叛者，一个在朋友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选择了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人。如果是假的，如果他只是在编造一个和母亲的虚假关系来骗取我的信任，那他一定需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东西，而且那个东西重要到值得他亲自打破原定计划，提前1天半来找我。苏总，我咬了一下嘴唇，把自己的思绪从震惊中拉回来，继续扮演林念念。我的亲生父母现在在哪里？他们还活着吗？苏婉清看了我几秒，那目光里有些很复杂的情绪，像是隔着时光在看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然后他微微垂了一下眼帘，再抬起来的时候，眼底的情绪已经全部收好了。你母亲已经去世了，他说，声音很轻很淡，像是在说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实。你父亲还活着，但他在的地方你暂时去不了。他在哪？我追问，这次声音里的颤抖是真实的。新加坡。苏婉清说，一家疗养院，他在那里住了24年了。新加坡疗养院住了24年，这些关键词在我的脑海里炸开，每一个都像是一颗钉子，把我定在原地动弹不得。我父亲在新加坡的疗养院，那个我刚查到的新加坡中间人，那个关键证人被藏在新加坡的情报，那个遥远的热带岛国，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突然全部连了起来。苏婉清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近似怜悯的东西。他从手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到我面前。照片上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头发全白了，面容消瘦的几乎脱了相，颧骨高高耸起，眼窝深深的凹陷下去。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病号服，坐在一棵椰子树下，呆滞地望着镜头的方向，眼睛里没有任何神采。但我还是认出了他，那张脸和母亲留给我的那张满月照上的男人是同一张脸，只是老了30岁，瘦了30斤，被时光和病痛打磨得面目全非。我的父亲林远洲，他3年前中过风，之后就不能说话了。苏婉清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语调平缓的像在念一份病历。他也不知道自己有个女儿，你母亲把你送到孤儿院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了。我们一直没告诉他，怕他受刺激。我抬起眼看着他，眼眶是红的，但这一次不是因为演戏，而是因为那张照片上的人太过真实，太过残酷，太过具体的击中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苏轼和几个当年的老朋友，苏婉清说，措辞谨慎而模糊，我们轮流负担他的医疗费用。他在那家疗养院住的还行，条件不算好，但也不算差。我低头看着照片，手指轻轻抚过那张消瘦而呆滞的脸。爸爸，你知道我来看你了吗？
爸爸，你知道害你的人还在逍遥法外吗？爸爸，你知道你女儿马上要去赴一场决定一切的会面吗？林小姐，苏婉清的声音近了一些，她往前走了一小步，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了不足一臂。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你父亲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内情，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如果你想知道真相，周三下午3点，苏氏集团顶层，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他顿了顿，语气里有了一丝微妙的温度变化，像是在冰冷的水面下忽然涌上来一股温热的暗流。关于宋家，关于当年那个案子，关于你母亲陆清河，我都欠你一个交代。您欠我什么？我抬起眼睛直视他，声音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苏婉清看着我的眼睛，那个在商界翻云覆雨从不露怯的女人，在这一刻眼底竟然出现了一丝细微的裂纹。欠你一条命，她说，声音很轻，像是从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回音。你母亲救过我的命，我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了。说完，他转身走了。藏蓝色的背影穿过旋转门，消失在初秋微凉的风里。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张照片，指节发白。林念念什么都不知道。我在心里把这句话又默念了3遍，但这一次我发现他越来越难让自己信服了，因为刚才那一瞬间，苏婉清眼底闪过的东西太像真的了。那个在商场上冷血无情，被称为红蜘蛛的女人，在提到陆清河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里出现了控制不住的颤抖。那种颤抖不是装出来的，你可以假装流泪，假装悲伤，假装愧疚，但你很难假装声音里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震颤。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如果他和我母亲曾经是最好的朋友，如果他真的欠我母亲一条命，那他是来赎罪的，还是来继续28年前的背叛的？我攥紧了手中的照片，转身朝电梯走去。林小姐，身后传来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我回过头，看到小杨从前台跑过来，手里举着我的手机，表情有些焦急。宋总刚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你，说你手机落工位上了，你要不要赶紧给他回一个？我接过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着7个未接来电，全部来自同一个人，宋怀瑾。知道了，谢谢你小杨。我对他笑了笑，把照片和手机都收进风衣口袋里，走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的笑容像被橡皮擦擦掉了一样，从脸上一点一点的褪去。镜面墙壁里倒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表情，那是一个在悬崖边上行走的人，每一步都踩在生与死的边缘线上，不知道自己最终会走到哪里去。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第8次，我接了起来。念念，宋怀瑾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明显的气急败坏和如释重负。你去哪了？我找了你整整，我下楼见个人。我说，声音平稳而正常，带着恰到好处的歉意。一个远房姑姑说是来看我的。对不起啊，忘了拿手机。远房姑姑，她的声音顿了一下，语气里多了一丝警觉。你养父母那边的亲戚姓什么？姓林。我说谎了，语气自然的像呼吸一样。是我养父的远房表妹，很多年没联系了。听说我在盛恒上班，顺路过来看看我。电话那头安静了2秒，那2秒钟漫长的像2个世纪。以后见什么人，记得带上手机。他最终说了这么一句，语气已经恢复了正常，但我能听出其中压着的担忧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你一个人突然消失，我会担心。知道了。
我说，心里的愧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堵在喉咙里，让这3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带上了一丝沙哑。上来吧。他的声音软了下来，我让餐厅送了你爱吃的杨枝甘露上来，趁凉喝。电梯门打开，我走进顶层总裁办。宋怀瑾站在办公室门口等我，手里端着一碗杨枝甘露，上面的芒果立码的整整齐齐，还插了一个粉色的小勺子。他看到我的那一刻，紧绷的肩膀明显松弛了下来，然后他皱了皱眉，走过来，用空着的那只手摸了摸我的眼角。眼睛怎么红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加掩饰的心疼。你那个远房姑姑跟你说什么了？没什么。我接过他手里的杨枝甘露，舀了一勺塞进嘴里。芒果的甜，西柚的酸，椰浆的醇在口腔里炸开，我的眼泪差点掉出来。就是好久没见，有点激动。我咽下那口甜品，冲他笑了一下。他说我长高了，说我小时候才这么点大。我用手比了个高度，大概到他的腰。宋怀瑾看着我，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情绪。他伸过手来揉了揉我的头发，手掌温热而宽厚，附在我头顶的时候，像是把整个世界的风雨都挡在了外面。晚上我送你回家。他说，语气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以后你那个远房姑姑要是再来找你，你得让我陪着。为什么？我歪着头看他，因为他低头看着我，嘴角勾出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我怕他把你拐跑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人，谁都不能抢走。他说话的语气半真半假，像是在开玩笑，又像是在宣示主权。但我没有漏掉他眼底闪过的那一瞬凌厉的寒光，那种光芒太熟悉了，和他面对商业对手时的表情一模一样。他不相信我说的远房姑姑，他在怀疑什么？我端着杨枝甘露走进他的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吃甜品，一边看着他重新投入到工作中。他在办公桌后面批阅文件，眉头微蹙，嘴唇紧抿，时不时抬一下眼看看我在不在。每次我都在，他就会微不可察地舒展一下眉头，然后继续低头工作。窗外的光线一点一点地暗下来，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从落地窗望出去，整座城市像一块镶满碎钻的黑色天鹅绒。我靠在沙发上，一口一口地吃着杨枝甘露，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那张照片，我父亲的照片，苏婉清今天把它给了我，作为见面礼。他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他说几个老朋友轮流负担医疗费用，这些老朋友是谁？宋远山不可能在里面，那还有谁？还有那句你母亲救过我的命，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陆清河和苏婉清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两个曾经是最好的朋友的女人，其中一个嫁给了被宋氏陷害的财务总监，另一个成了宋氏外部审计团队的成员。他们之间友谊的尽头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苏婉清在我父亲被陷害的时候选择了袖手旁观，或者更糟？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的涌上来，在我脑海中翻涌激荡，但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周三下午3点，苏氏集团顶层。还有不到36小时。念念，宋怀瑾的声音突然响起，把我从思绪中拉回来。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了，正靠在落地窗前看着我，逆着光，面容隐在阴影里看不真切，但目光的温度却穿透了昏暗的光线，直直地落在我的脸上。你今天有心事？他说。这不是疑问句，而是陈述句。我愣了一下，随即扯出一个笑容。没有啊，就是别骗我。
他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这个姿势让他比坐着的我还矮了几分。他微微仰起脸，看着我的眼睛，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有担忧，有不安，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脆弱的祈求。从今天早上开始你就不太对劲，他说，声音很轻很柔，像是在哄一个做噩梦的小孩。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如果你想告诉我，我会听。如果你不想说，我就不问。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不管发生什么，不要瞒着我。他握住我的手，手指扣进我的指缝，食指交握，紧得像是要把两个人的骨头焊在一起。不管是你那个远房姑姑，还是别的什么你不想让我知道的事，如果你觉得不方便说，可以不说，但不要骗我。念念，不要骗我。他的声音在最后3个字上劈了叉，像是一件细词从高处落下，在落地前被一只颤抖的手接住了。我看着他，看着他眼底那抹不合时宜的脆弱，心脏像是被人猛地攥住了。他知道我在说谎，他不知道具体的谎言是什么，但他知道我没有对他说实话。这个在商场上洞察力堪比鹰隼的男人，怎么可能会漏掉他身边最亲近的人的情绪变化？他只是选择不说破，选择用这种方式，用他笨拙的温柔和不加掩饰的脆弱，来给我们的关系一个机会。不要骗我。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不是命令，不是质问，而是哀求。那个让整个商界闻风丧胆的宋怀瑾，蹲在我面前仰头看我，用一种近乎卑微的姿态求我不要骗他。我的眼眶红了。宋怀瑾，我轻轻叫他的名字。如果，我的声音哽了一下，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你会怎么办？他沉默了片刻，那片刻的沉默里，整座城市的喧嚣都退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只剩下我们2个人之间这方寸空间里的呼吸和心跳。然后他说，你以为我以为你是什么人？一个善良的、单纯的，被你从18年前的记忆里捡回来的小草。我的声音抖得厉害，可如果我不善良呢？如果我不单纯呢？如果我来盛衡？他没有让我说完。他站起来，把我拉进他怀里，一只手紧紧箍着我的腰，另一只手按着我的后脑勺，把我整张脸埋在他的胸口。那个拥抱用力到让我喘不过气来，像是要把我揉碎了嵌进他骨头里。林念念，他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低沉而坚定，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狂热和笃定。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为了什么来盛衡，你都是我的小草。18年前是，18年后也是，这一点谁都不能改变，你也不能。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打湿了他衬衫的前襟。可是没有可是，他打断了我的话，把我抱得更紧了。如果你要跟我坦白什么，我等你想说的时候再听。但现在，我只要你答应我，不管发生任何事，不要突然消失，不要像18年前那样突然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你消失过一次了，我找了18年。如果再消失一次，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力气再找一个18年。我靠在他怀里，眼泪流得无声无息，把他的衬衫湿了一大片。他感觉到了，但他没有松手，只是把怀抱收得更紧。那天晚上，他送我回家，车子停在老旧的居民楼下，那盏坏了很久的路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修好了，发出暖黄色的光，把我们2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叠在一起，像2棵交缠的树。他目送我上楼，直到我3楼的房间亮起灯，他才缓缓发动车子离开。我从窗户里看着那辆黑色迈巴赫的尾灯消失在街角，然后慢慢坐到了地板上。手机亮了起来，是加密软件的消息。对方
苏婉清今天提前来见你，应该是收到了什么风声。情报更新，他3年前在新加坡见过你父亲一面，那是你父亲中风之前最后一次清醒的时候。他们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那次会面之后，苏婉清就调走了当年案子的所有卷宗。他查了3年了。我盯着这条消息，心里那股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对方又发了一条，还有一件事你需要知道。林远洲当年入狱，罪名是挪用公款3亿元，但那3亿元的最终流向，至今没有任何记录。那笔钱从来没被追回来过。3亿元，1998年的3亿元，折合到现在是多少？按购买力计算，至少翻了5倍。那笔钱去哪了？是被宋远山劫了，还是被人转移到了海外，还是被我父亲藏在了某个所有人都找不到的地方？如果那笔钱至今下落不明，那就意味着这个28年前的案子远比我想象的更复杂、更危险，牵涉的利益更巨大。我父亲的案子不只是一桩冤案，他背后还藏着一笔足以动摇多个商业帝国的巨款。而所有这些人，宋远山、苏婉清、陆天德，他们之所以这么多年还在关注这个案子，还在关注一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28年的林远洲，恐怕不只是因为愧疚或怨恨，他们还在找那笔钱。手机屏幕按了下去，我坐在黑暗中，抱着膝盖，把脸埋进臂弯里。明天是周3下午3点，我要去赴苏婉清的约，而宋怀瑾还在等我周5晚上一起去坐摩天轮。我必须在48小时内，在真相和感情之间，在我的父亲和这个男人之间，在我的过去和未来之间做出选择。周3，我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醒了。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线灰蓝色的光，落在天花板上，像一道浅浅的疤痕。我睁着眼睛躺了很久，一动不动，听着自己的心跳在寂静中缓慢而沉重的跳动。1下，2下，3下。今天下午3点，我要去见苏婉清。这个念头从昨晚睡前就盘踞在我的脑海里，经过一整夜的发酵，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和尖锐。我翻了个身，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照片，父亲坐在轮椅上的照片。椰子树，洗得发白的病号服，空洞的眼神。我盯着那张消瘦的脸看了很久，试图从上面找出一点和我相似的地方。眉骨，他的眉骨很高，和我的很像。下巴，他的下巴微微上翘，我也是。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是苏婉清的字迹，一行娟秀的小字：林远洲，摄于24年6月，新加坡张仪疗养院。6月，3个月前。那时候我刚投出第80份简历，还在为了一个面试机会而焦头烂额。而我的父亲坐在赤道阳光下的轮椅上，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他的女儿正在一点一点地靠近真相。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宋怀瑾的消息，发在凌晨4点半。念念，做噩梦了，梦见你又不见了，醒了就睡不着了。凌晨4点半，他做噩梦醒了，第一件事是给我发消息，紧接着又是一条，不用回，多睡一会儿，早餐我带到公司，你多睡半小时再起床。今天降温了，穿厚一点。我盯着这2条消息，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反反复复好几次。最后我只回了2个字：好。你也是。消息发出去，他秒回了：怎么醒了？睡不着。过来。他说：我开车去接你。不用，10分钟到。他没有给我拒绝的机会。
我放下手机，从床上坐起来，用最快的速度洗漱换衣服。镜子里的人面色苍白，眼底的黑眼圈即使涂了遮瑕也盖不住。我拍了拍脸颊，试图拍出一点血色，但效果微乎其微。7分钟后，楼下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我撩开窗帘往下看，那辆黑色的迈巴赫已经停在楼下了，车灯亮着，双闪一明一灭。宋怀瑾靠在车门上，仰头看着我的窗户。晨光还没完全亮起来，他的脸隐在昏暗中看不清楚表情，但那个姿势，微微仰头，双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的等待，让我的心猛地抽紧了。我抓起包跑下楼。他看到我从单元门里出来，站直了身体，嘴角扬起一个淡淡的笑容。那个笑容里有疲惫的痕迹，他一定也没睡好，甚至可能根本没睡，但更多的是看到我之后的安心和柔软。上车，他拉开副驾驶的门，暖气开好了。车里弥漫着他身上那股雪松香气，混合着一点咖啡的味道。杯架上放着2杯热美式，还有一袋刚出炉的牛角包。他弯腰替我系安全带的时候，我看到他眼角有一点淡淡的青色，那是熬夜的痕迹。你没睡？我说，这不是疑问句。他发动车子，没有否认，做噩梦了，醒了就睡不着，干脆起来看文件。什么噩梦？他沉默了一下。车子拐出小区，驶上清晨空旷的主路。街灯还没灭，整座城市笼罩在一层薄薄的晨雾中，像一幅还没干透的水彩画。梦见我又回到了孤儿院。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到什么。槐树还在，院子还在，但你不在。我到处找你，每个房间都找过了，喊你的名字喊到嗓子哑了，你就是不在。然后我跑出院子，跑到街上，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前面走，穿着碎花裙子，扎着歪歪扭扭的小辫子。我追上去喊你，结果她一回头，她顿住了，握着方向盘的手指收紧了。不是你，她说，是一个陌生人。车子在红灯前停下来，她转过头看着我，眼底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脆弱，像一块被敲出了裂纹的冰面，随时都会碎裂。然后我就醒了。他说，嘴角扯出一个自嘲的笑容。31岁的大男人，被一个梦吓得一身冷汗，是不是很没用？我没有回答。我伸出手，附在他握着方向盘的手上。他的手很凉，指节僵硬，被我碰到的一瞬间微微颤了一下，然后反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力道不重，但很坚定。念念，他看着我的眼睛，声音低沉而认真，你不会突然不见的，对吧？我张了张嘴，不要骗我。念念，不要骗我。昨天他在办公室里说的那句话，此刻在耳边反复回响。我看着他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面翻涌着我承受不起的深情和脆弱。那个在商场上从不露怯的男人，此刻在我面前毫无保留地展示着他最柔软的部分，像一个把心脏捧在手上递过来的人，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压在了一个答案上。对，我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不会突然不见。他笑了，那个笑容干净而明亮，像是乌云裂开一道缝漏下来的阳光。他松开我的手，重新握住方向盘，车子在绿灯亮起的瞬间平稳地驶了出去。我转头看向窗外，用力把涌上来的酸涩咽回去。我又说谎了，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迟早有一天会把我碾得粉身碎骨。但此刻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因为已经没有了回头的余地。到公司的时候才7点不到，
整栋盛恒大厦还空荡荡的。宋怀瑾牵着我的手走进大堂，值班的保安看到我们，眼睛都瞪圆了，手里的对讲机差点掉地上。宋总早，林助理早。宋怀瑾嗯了一声，脚步没停，直接牵着我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从镜面墙壁里看到了保安震惊的表情。他掏出手机疯狂打字，大概是在往公司的八卦群里发消息。你的员工都在传我们什么？我忍不住问。很多个版本。宋怀瑾淡定地说，有说你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的，有说你是某个领导的女儿来微服私访的，还有说你是我花重金从别的公司挖来的秘密武器。最离谱的呢？他歪头想了想，小杨说你是穿越回来的，18年前救过我一命，现在是回来讨债的。我愣了一下，然后忍不住笑出声来。小杨的脑洞虽然离谱，但比真相似乎也没有离谱到哪里去。我确实是来讨债的，只不过讨的不是宋怀瑾欠的。电梯门打开，我们走进总裁办。宋怀瑾把我按在沙发上，把牛角包和咖啡摆在我面前，又从抽屉里掏出一盒草莓，洗好了的，装在一个透明的保鲜盒里，上面还凝着水珠。你什么时候洗的草莓？我愣住了。昨晚。他面不改色，睡前洗的。本来想今早带到公司，结果做噩梦提前醒了，就提前带来了。他说话的时候低着头，耳根又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我看着他，心里涌上一股又酸又甜又涩的情绪，像打翻了5味瓶，什么味道都有，唯独没有坦然。宋怀瑾，你今天有什么安排？他抬起眼看了我一眼，目光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警觉，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上午有3个会，中午约了盛恒的财务总监谈季度报表，下午2点半有一个海外并购的视频会议，大概5点之前能结束。下午2点半到5点的视频会议，我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时间。2点半他开始开会，5点钟结束。这意味着下午3点到5点之间，他会被困在会议室里，不会注意到我的行踪。我有充足的时间去苏氏集团见苏婉清，然后赶在他会议结束之前回来。怎么了？他问，目光在我脸上多停留了1秒。没什么。我冲他笑了一下，拿起一个草莓塞进嘴里，就是问问，今天杨枝甘露还有吗？有。他说，紧绷的表情松弛了一点，下午让餐厅送过来。整个上午我都在办公室里处理文件，表面上看起来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琴弦，随时都会崩断。10点多的时候，那个加密号码发来了一条消息，下午3点的会面，建议带录音设备。苏婉清今天早上见了陆家的人。陆家，我的心脏猛地一跳。陆天德，我外公，那个名单上的第3个名字。苏婉清在见我之前先见了陆家的人。为什么？我快速回了一条，陆家谁？对方，陆明。陆明，晚宴上和宋怀瑾起冲突的那个男人，陆氏集团的少东家，他也是陆家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我的血缘亲属。我的外公是陆天德，陆明是我的什么人？表哥？堂哥？还是别的什么关系？这个发现让我浑身发冷。那天在晚宴上，陆明用轻佻而不屑的语气评价我，宋怀瑾挡在我前面和他对峙。他知不知道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如果知道，他那天为什么是那种态度？
如果不知道苏婉清今天为什么要见他，对方又发来一条：陆明是你外公陆天德的孙子，你的母亲陆清河和陆明的父亲陆清月是亲兄妹，也就是说，陆明是你的亲表哥。我的手指僵在屏幕上，陆明，那个用不屑的语气说我也就那样的男人，那个被宋怀瑾一句话就吓得灰溜溜走掉的男人，居然是我的亲表哥。我在这世上为数不多的血亲之一，而他却站在我的对立面。我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消息，加密软件又弹出了一条新消息。这一次的内容让我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对方紧急情报：宋远山今天下午也要去苏氏集团，3点半，他约了苏婉清谈旧事。苏婉清把你们俩安排在同一天下午，一定有他的目的，请务必小心。宋远山，我爷爷，不，宋怀瑾的爷爷，那个亲手把我父亲送进大牢的人，他也要去见苏婉清，而且就在我之后半小时。苏婉清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要把我和宋远山安排在同一天下午见？他是在给我机会当面质问他，还是在设一个局，让我和宋远山在他的地盘上撞个正着？如果是后者，那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会面，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决。我的手心全是汗。念念，宋怀瑾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我吓得浑身一抖，手机差点从手里飞出去。我飞快地按灭了屏幕，转过身来，心脏狂跳的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怎么了？他站在我工位旁边，眉头微微皱起，目光从我脸上扫到我手里的手机，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疑虑。你脸色不太好。没有啊。我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挤出一个笑容，就是看了一条新闻，有点吓人。什么新闻？就是车祸什么的。我随口编了一个理由，心跳声大到我怀疑他都能听见。他看着我没有说话，那短暂的沉默里，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很久，像是要在我的表情里找到什么破绽。然后他移开了视线，声音恢复了正常。下午2点半有个视频会议，中间可能需要你帮我整理一份文件，到时候我叫你。好的，我说。他点了点头，转身走回办公室。我看着他挺拔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才慢慢松开了攥紧的拳头。掌心被指甲掐出了4个月牙形的印子，隐隐作痛。他在怀疑，他一定在怀疑什么。从他昨晚说不要骗我开始，到今天早上在车里的试探，再到刚才那片刻的凝视，他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只是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他不是一个会被轻易蒙蔽的人，他能感知到那些被我精心掩饰的细微的异常，就像猎犬能嗅到空气中若有若无的血腥味。但他选择了不问，或者说他选择了等我自己开口。这种信任比任何质问都更让我喘不过气来。中午12点，我趁着宋怀瑾和财务总监吃饭的间隙，偷偷溜出了公司。我打了一辆车，目的地是城西的一个老小区。车子在狭窄的街道上7拐8弯，最后停在一栋6层的旧楼前。我付了钱下车，按照记忆中的地址找到了3单元，上了4楼，敲响了左边那扇门。门开了，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男人站在门口。他看起来不到30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卫衣，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但他的眼神锐利而冷静，和他邋遢的外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就是那个加密号码背后的人，沈克，独立调查记者，
3年前因为一篇揭露商业腐败的报道被原单位开除，之后就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接一些暗访和调查的活。我是3个月前在一个调查记者论坛上找到他的，他当时刚完成一个关于宋氏企业早期财务问题的调查，对28年前那个案子有着超乎寻常的了解。东西准备好了吗？我开门见山地问。他让开身子让我进门，指了指客厅茶几上的一个黑色小包，录音笔、定位器、紧急报警器，还有一台备用手机，已经设置好了一键拨号。如果遇到危险，按这个键，我会在3分钟内报警。我拿起那个黑色小包，打开检查了一遍。录音笔是最新型号，待机时间长达12小时，收音范围覆盖50平方米。定位器只有纽扣大小，可以贴在衣服内侧。我把它取出来，小心翼翼地贴在大衣内侧的标签后面。苏婉清今天上午见了陆明。沈克靠在门框上，双手抱胸，表情严肃。我查了一下，陆明是3天前从新加坡回来的。他在新加坡待了整整2周。新加坡？我抬起头，他去新加坡做什么？明面上是谈一个商业合作，但实际上去的地方很微妙。沈克推了推眼镜，他在新加坡期间去了3次张仪疗养院。张仪疗养院？我父亲住的那家疗养院。他去看我父亲？我的声音骤然变冷。不是。沈克摇了摇头，他去见的不是你父亲，是疗养院的院长。我托人查了一下，陆明以家属代表的身份，试图把你父亲转移到另一家疗养院，但被拒绝了，因为你父亲的托管协议上有一个条款，任何转移都必须经过3方同意，苏婉清、宋远山，还有你母亲陆清河。可是我妈对，你母亲已经去世了，所以根据协议的补充条款，你母亲的那一票自动转移到她的直系继承人身上。沈克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意义不明的光芒。也就是你。念念，没有你的签字，没有人能把你父亲从那里弄走。我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陆明去新加坡的原因。他想要控制我父亲，或者说控制我父亲作为那3亿元失踪款项唯一知情人可能带来的威胁。而苏婉清今天上午见他，一定和这件事有关。陆明是我表哥。我说，声音平静的连自己都感到意外。他妈是我母亲的亲哥哥。我知道。沈克点了点头。陆天德是你外公，陆清月是你舅舅。但你外公在你父亲案发之后就和你母亲断绝了父女关系。陆家从来没有承认过你这个外孙女的存在。对他们来说，你是陆家的一个污点，一个不该存在的证据。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不该存在的证据。对他们来说，我林念念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块碍眼的拼图，一块可能拼出真相的碎片，一个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多余的存在。但你现在不一样了。沈克的声音突然变了，带上了一种审视的意味。你现在是宋怀瑾的人，圣恒掌门人把你捧在手心里，这就意味着你不能被轻易动掉。陆明之所以去新加坡试图转移你父亲，就是因为他怕你通过宋怀瑾拿到你父亲的托管权，然后把你父亲带回国。一旦你父亲回国，他嘴里那些28年前的秘密就会成为法庭上的证据。可我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不能说话不代表不能作证。沈克走到茶几边，从一堆文件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我。中风失语症患者可以通过书写、打字或眨眼等方式表达意愿。在法律上，
他们的证词依然有效。而且最关键的是，他顿了一下，目光变得异常锐利。没有人能确定你父亲是真的完全失语，还是在装。我愣住了。装这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海中一直以来的认知。如果父亲不是真的不能说话呢？如果他只是选择不说话，选择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疗养院里沉默地活了24年，以此来保护自己，保护那些秘密，保护那个从未谋面的女儿呢？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沈克耸了耸肩，但陆明去新加坡试图转移他的时候非常着急，甚至不惜出高价收买疗养院的护工。这种着急的劲儿，不太像是对一个已经没用了的植物人。他们怕你父亲，怕了24年，还在怕。我把那张纸折好收进口袋里，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思绪冷静下来。下午苏婉清的会面，宋远山也会去。我说，你有什么建议？建议就是不要当面对质。沈克的表情严肃了起来。苏婉清是个老狐狸，他把你们约在同一天下午，一定是想让你和宋远山撞上。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这种局面对你来说都非常危险。你要知道，宋远山今年83岁了，一个83岁的老头子，没什么可失去的了。而你不一样，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躲着他？不。沈克摇了摇头，镜片后面的眼睛闪了一下。我的意思是，不要在他面前暴露你的底牌。你今天的任务不是和任何人摊牌，而是收集信息，搞清楚苏婉清到底想要什么，搞清楚宋远山在怕什么，搞清楚那个陆天德在当年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等你手里有了足够多的牌，再选择时机出手。那如果苏婉清主动摊牌呢？那就看他摊的是什么牌。沈克微微一笑，记住，你手上也有他没有的牌。宋怀瑾对你的感情是你最大的筹码，你父亲在新加坡的托管权是你第2大的筹码，那个存在保险柜里的证据原件是你第3大的筹码。3张牌在手，你不是没有谈判的资格。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沈克，我临走的时候转过身看他，谢谢你。这3个多月，如果不是你，别。他摆了摆手，打断了我的话。我做这些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你母亲。你认识我吗？沈克垂下眼睛，沉默了很久。客厅里安静的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陆清河女士是我做调查记者的第1个采访对象。她说，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很轻。那是我大2那年的暑假，在一家报社实习。她在街上拦住我，给了我一沓材料，说这里面有一个被冤枉的人的故事。我当时太年轻了，不知道那些材料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会在我把稿子交上去之后的第2天就失踪。他抬起眼睛看着我，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里有着沉淀了多年的愧疚。他们把我的稿子压了下来，我也被报社劝退了，理由是不适合从事新闻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压稿子的人是你外公陆天德。他亲自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说那篇稿子是诽谤。房间里安静了几秒。所以你后来做独立调查记者，我轻声说，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遗憾，是赎罪。沈克纠正道，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笑容。如果我当年再坚定一点，再勇敢一点，也许你母亲就不会失踪，你父亲也不会一个人在新加坡躺24年。所以你不用谢我，念念，帮你是我欠你们林家的。我看着他，突然发现这个看起来不修边幅、说话刻薄的年轻男人，眼角已经有了一道浅浅的细纹。
他把最好的年华都搭进了一桩陈年旧案里，用他自己的方式再赎一场不属于他的罪。周三下午3点，我说如果6点之前我没有联系你，必计划启动。他接过我的话，语气恢复了那种冷静利落的调子。你放心，不会到那一步的。你比他想象的更聪明，也比你自己以为的更坚强。他递给我一个 U 盘，这里面是所有资料的电子版，包括你父亲当年留下的原始账目，苏婉清在宋氏担任外部审计师时的签名文件，宋远山当年的私章记录，还有我最近查到的关于那3亿元去向的部分线索。如果今天的会面出现了意外，或者你需要和宋怀瑾摊牌，这些材料会对你有帮助。我把 U 盘紧紧攥在手里，冲他点了点头。回到盛恒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半了。宋怀瑾在办公室里和几个高管开会，隔着门都能听到他低沉而不容置疑的说话声。我坐在工位上，把沈克给的黑色小包藏进包里，录音笔充满电，定位器贴在衣服内侧，备用手机设置了快捷键。还有不到1个半小时，我打开电脑，假装在处理文件，实际上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脑子里全是乱的，各种片段交织在一起，像一部被打乱了顺序的电影。苏婉清、宋远山、陆明、陆天德，我父亲在轮椅上的照片，母亲留给我的那封信，宋怀瑾红着眼睛说我找了你18年。门突然开了，宋怀瑾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眉头紧锁，一看就是刚从激烈的讨论中抽身。他走到我工位旁边，把文件夹放在我桌上，然后做了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动作，他伸出手，用指腹轻轻地揉了揉我的眉心。皱着眉干什么？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悦，但更多的是心疼。文件太难了，我让人重新整理。没有，我赶紧扯出一个笑容，下意识地把眉心舒展开，就是看得有点累了。他看着我的眼睛，手指从我的眉心滑到我的脸颊，最后收回去插进口袋里。那个动作自然而温柔，像是做过无数次一样。累了就休息。我下午有个视频会议，可能会比较长。你要是累了，就在沙发上睡一会儿，不用硬撑着。他说完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对了，你手机下午开着声音，我可能会随时叫你进去帮忙。知道了，我说。他点了点头，转身走回办公室。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后，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随时叫你进去帮忙。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正常的吩咐，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在给我一条无形的锁链。如果我下午消失超过一定时间，他就会用叫你进去帮忙这个理由来找我。如果发现我不在，他就知道我离开了。他不是在给我工作安排，他是在给我一个隐晦的警告。他知道我要去见谁，或者说他猜到了。我的手开始微微发抖，但我没有时间犹豫了。现在是下午1点45分，我必须在他2点半开始会议之后立刻出发。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2点20分，海外并购团队的人陆续进入了宋怀瑾的办公室。2点25分，最后一位参会者抱着笔记本电脑小跑着赶到了。2点30分，办公室的门关上了，透过磨砂玻璃可以看到里面人影晃动，会议正式开始了。我深吸一口气，拿起自己的包，对周姐说了句出去买个东西，很快回来，然后快步走向电梯。电梯下行的那几十秒里，我不断地在脑海中排练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场景。苏婉清会说什么？他会拿出什么证据？
如果宋远山提前到了怎么办？如果这是一个陷阱怎么办？电梯门打开，1楼大堂里的人不多。我快步穿过大堂，推开旋转门，初秋的风带着凉意扑面而来。我招手打了一辆车，对司机说出了那个地址，苏氏集团大厦。车子汇入午后的车流，城市的喧嚣在车窗外飞速后退。我靠在座椅上，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宋怀瑾给我发了条消息，时间是2分钟前，念念，麻烦把市场部那份合同拿进来。他用这种方式确认我在不在。我回了一条，马上。然后我把手机关成了静音。苏氏集团大厦矗立在城市的另一端，和盛恒集团遥遥相望。2栋大楼像是2座对峙的堡垒，隔着整座城市互相凝视。我下车站在苏氏大厦楼下，仰头看着那栋通体银灰色的大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午后的阳光，刺得我眼睛发酸。苏氏和盛恒，这座城市商业版图上最耀眼的2极。而28年前，他们的创始人曾经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联手把我父亲送进了大牢。我推开旋转门走进去。大堂的装修风格和盛恒截然不同，盛恒走的是冷硬简约的路线，苏氏则是奢华典雅的风格，处处透着一种女性掌舵者特有的细腻和精致。前台接待小姐笑容甜美地问我有什么需要，我说我约了苏总3点会面。她查了一下登记表，然后拿起内线电话确认。几秒钟后，她放下电话，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殷勤。林小姐，苏总在顶层办公室等您，请跟我来。他引我走进专用电梯，用一张金色的门禁卡刷了一下，然后按下了顶层的按钮。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下意识地按了按大衣内侧的口袋，录音笔、定位器、备用手机全部都在。电梯无声的上升，头顶的液晶屏上数字不断跳动，23、24、25，到达顶层的时候，电梯发出了一声轻柔的提示音。门打开了，苏婉清站在电梯口等我。她今天穿了一件酒红色的丝绒连衣裙，外面披着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头发没有像平时那样挽起来，而是松松的披在肩上，给她干练的气质平添了几分柔和。她看起来和上次见面时不太一样，少了几分凌厉的攻击性，多了几分沉静的疲惫感。来了，他说，语气平淡的像在招呼一个经常来访的熟人，跟我来。我跟在他身后，穿过一条铺着深色地毯的走廊，两侧的墙上挂着苏氏集团历年来的重要时刻照片。苏婉清上市敲钟的照片，苏婉清接受财经杂志采访的照片，苏婉清和各国政商名流握手的照片，每一幅都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每一步都走得光鲜而强势。但在这条走廊的尽头，却挂着最后一幅照片。那幅照片的画风和前面那些截然不同，没有闪光灯，没有西装革履的名流，没有金碧辉煌的背景。画面上是两个年轻女人站在一棵开满白色花朵的玉兰树下，对着镜头笑得肆意而明亮。左边那个穿着一件湖蓝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美得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右边那个穿着一件白衬衫和牛仔裤，短发利落，眉宇间带着那个年代少见的倔强和锋芒。那是陆清河和苏婉清，我母亲和苏婉清。我停在那幅照片前，挪不动脚步了。照片上的母亲比满月照上那张家里的更年轻，更鲜活，更真实。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一颗小小的梨窝，和我的一模一样。我终于知道，我笑起来那唯一不对称的嘴角弧度遗传自谁。
那是你母亲。那年她23岁。苏婉清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平静的像是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站在她旁边的是我，24岁。我们那时候是最好的朋友。她停顿了一下，声音里的温度降了几度。我后来背叛了她，所以今天她推开走廊尽头那扇沉重的红木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我来把欠她的连本带利的还给你。3个月后，新加坡张仪疗养院的院子里种着一棵很大的凤凰木，12月的赤道阳光把它晒得满树红花，风一吹就簌簌的落下来，像下了一场红色的雪。我推着轮椅穿过树下的时候，一朵凤凰花正好落在父亲膝头的毯子上。他低头看着那朵花，看得很认真，像是在辨认一件很久以前见过的东西。爸，这是凤凰花。我蹲下来，把花捡起来放在他手心里。新加坡到处都是这种树。他没有说话。中风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但他的手指动了动，把那朵花握在了掌心里。我站起身，继续推着他往前走。远处，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正朝我们走来，手里拎着2个椰子。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海风把他额前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2个椰子砍了半个小时。宋怀瑾走到我面前，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满，那个摊主的刀太钝了，你不会自己带一把刀去？他愣了一下，表情像被人打了一拳，下次会记得。我笑了出来，那笑容很轻很淡，但它是真的。父亲突然抬起了头，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宋怀瑾，最后目光落在我推着轮椅的手上，无名指上那枚小小的没有任何装饰的素圈戒指。他的嘴角动了动，嘴角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像是想做出一个表情，但最终没有成功。然后他伸出手，把我的手和宋怀瑾的手叠在了一起。那只手很瘦，骨节突出，皮肤上布满了老年斑和针孔的痕迹。但他把我们2只手按在一起的力道，却坚定的不像一个在轮椅上躺了24年的人。宋怀瑾反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掌心滚烫，五指收紧，把我整个手包裹在里面。叔叔，他低头看着轮椅上的老人，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撵出来的。我会照顾好他的，您放心。父亲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眶红了。那天晚上，我坐在疗养院走廊的长椅上，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3个月了，这封信的折痕已经被磨出了毛边，院长妈妈潦草的字迹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了。但最后一段话我每次看都像是在第一次看。小草，你母亲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不是报仇，是你能好好活着。她把你藏起来，不是让你长大了替她讨债的，是让你替她活的。你如果因为报仇把自己搭进去，到了底下，我没法给她交代。院长妈妈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最后悔的一件就是答应你母亲瞒着你。所以这封信是我欠你的，但看完之后怎么做，是你自己的选择。记住，你母亲最爱你，她最爱你。我把信折好放回口袋里，仰头靠在墙上。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月光把凤凰木的影子投在地面上，一地碎影摇摇晃晃。宋怀瑾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了我旁边，他没有说话，只是把一件外套披在我肩上，然后安静地陪着我坐着。我靠过去，把头枕在他肩膀上，闭上眼睛。我小时候很想妈妈，我说，声音很轻。院长妈妈总说她出远门了，要很久很久才回来。我就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槐树底下等她。
后来有一天，院长妈妈跟我说她不会回来了，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有个瘦瘦的小男孩爬到我的床上来，不说话，就只是抱着我。宋怀瑾的胳膊收紧了。那个小男孩是你？我说是我。他说后来我养父母对我很好，供我读书，给我一个家。我以为我已经把那些事情忘了。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但有些东西是忘不掉的。它只是被你埋在很深很深的地方，假装不在那里。他没有接话，只是把我抱得更紧了。宋怀瑾，我不是因为复仇才走到今天的。他低下头看我，月光从窗户里漏进来，照亮了他半张脸。他的眼睛里有很多东西，有温柔，有心疼，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那些卷宗，那些证据，那些我查了3个月的东西，我慢慢地说，声音平稳而清晰。我没有把它们销毁，但它们也不再是我生活的全部了。我转过头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我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好好活着。他的眼眶红了，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淡，和他平时那种霸道张扬的笑完全不一样，像是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了一片绿洲。好，他说，低下头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吻，我陪你。6个月后，盛恒集团发布了一份内部公告，宣布创始人宋远山因个人原因辞去集团名誉董事长一职。同一周，苏氏集团和苏晚清联合成立了一个公益基金会，专门资助那些因冤假错案而遭受损害的家庭。新加坡的雨季来临时，父亲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护工说他走的时候嘴角是带着笑的。我们把他的骨灰带回了国，葬在了母亲失踪前住的最后一个城市。墓碑上刻了2行字：林远洲1965-2025，陆清河1969。他的结局没有人知道，但他的女儿替他活了下来。又过了1年，清明，我站在墓园里，把一束白色的玉兰花放在父母的墓碑前。那棵从苏晚清院子里移过来的玉兰树苗在碑旁扎了根，今年第1次开了花。宋怀瑾站在我身后，牵着我另一只手，无名指上的素圈戒指已经换成了正式的婚戒。他的手指轻轻摩挲着我手上的戒指，动作温柔而熟练。走吧，他低声说，妈做了你爱吃的馄饨。我点了点头，最后看了一眼墓碑上的2张照片，一张是我满月时那张家里的父亲，戴着黑框眼镜，嘴角含笑；另一张是我从苏晚清那幅老照片上翻拍的母亲，湖蓝色的连衣裙，明眸善睐，笑起来嘴角有一颗小小的梨窝。风从山间吹过来，玉兰花瓣簌簌地落了一地。我转身，把手放进宋怀瑾的掌心里。这一次我没有再回头，因为要往前走的人不能总是回头。全文完。